我的女儿，你可回来了！你可把为娘给判死了。元娟，我的公主，这是谁？我是元娟，您的女儿啊，您不认识我了？你是谁？我是元娟呐。你胡说！何方贱人敢冒充公主？来人呐！在。把这个贱人给拉下去，斩了！是。母后，女儿有话说，您等我把话说完再斩不迟，否则你会后悔的。我后悔？我后什么悔？您听我把话说完嘛。好，放开他。你讲吧，我看你能编出什么稀奇话来。我就不信你再会讲，还能讲得让我相信你就是元娟公主。讲。母后，女儿自从出宫以后，一路上饱受磨难，这才知道原来没有母后的日子是这样的难熬。有一日，我们走到黄河边，就想想法子过河，那河里风大浪急，小木筏就摇啊摇啊摇，一下子就把女儿给甩到河里去了。我本想是必死无疑了，可是却让河里的鱼精把女儿给救了。那鱼精说母后对她有恩，3年前后宫里的厨子要为母后做鱼汤，正准备下刀宰了那条鱼精的时候，母后看见了，顿时起了怜悯之心，就把那条鱼给放生了。那条鱼啊，回到黄河之后，就日日夜夜的想啊想啊，我怎么报此恩呢？刚好女儿这时候就落水了，她一想，哎，这报恩的机会不就来了吗？就把女儿给救了。可是女儿的元身已被鱼虾咬烂，无法复原了。他就借着一个当落水的民女之身还了女儿的魂，所以女儿就成现在这个样子了。母后啊，我的话已经说完了，我也总算是如愿以偿的见到了您，回到了您的身边。如果您真的要把女儿杀了的话，那女儿也无怨无悔。奇怪，哀家3年前是放生了一条黄河鲤鱼，他怎么知道的？好，你既然说是公主，那我问你，你属什么的？什么时候生的？什么时辰？啊，女儿是属蛇的，8月初5某时所生。母亲生女儿的时候，听见有金蝉鸣叫，还为女儿做了一个护身的金蝉挂在脖子上。只是这次出走不慎丢失了。不过说起来，这种事知道的人也太多了，何以证明啊？母后，皇兄，我真的是元娟公主，不信你们再问仔细点儿。那好，我问你，你身上什么地方有痣？啊，女儿身上左肩上有1颗青痣，前胸有3颗红痣，还有脚底下有5颗梅花痣。你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酸的，不喜欢吃甜的；喜欢吃辣的，不喜欢吃咸的；喜欢喝稀的，不喜欢吃干的。还有，女儿从来都是喝凉水，从不喝热水。你真是我女儿，我怎么就不相信呢？母后，于景也怕母后不信，所以特地派了他的哥哥于老大来护送我回宫。于哥，于哥在。你跟我母后说吧。于哥给太后请安。太后，公主该说的话都已经说了，句句属实。我妹妹怕公主为难，特派我前来护送。如果太后不相信的话，那就看于哥本事吧。你有什么本事？请看。哎，我看那于哥啊，肯定是见势不妙，投井自尽了吧？这也未可知啊。这也太奇怪了。真是于静啊！哎，这也未免太神奇了吧？哎，闻所未闻呐！太后，这个小女子是不是元娟公主？老臣一问便可知晓。哦，你能问得清楚？那好，
邵大人，那你就来问吧。太后，元娟公主出走以后，曾到过袁大人的府上。当时袁大人见公主貌美，曾经起过歹意，如果不是被人所救，公主险些遭难了。而且在这之前，公主并不认得袁大人，可是自此以后，她就认得袁大人了。如果这个女子能够指认出袁大人的话，那就必是公主无疑了。有这样的事？母后，确实有此事。那个老贼差点糟蹋了女儿。那好，你看这里面谁是袁纪？老贼，就是你！给我拿下！太后，我是冤枉的。太后，你这个妖女，我是冤枉的。母后，女儿，娘，女儿啊，我总算回来了。骗人的鬼话你居然相信？你这个老不死的太后！该死的公主！太后，她到底是不是公主？的确是公主。她去过袁纪府吗？去过。袁纪对她起过歹心吗？这个我不知道。不过那天晚上我和她交手的时候，我听见有人喊公主，我就追了出去。这个王八蛋，竟然干出这种蠢事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袁纪被太后关进大牢里。啊？那我们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还不是你这个糊涂脑子办的好事！公主的身份还不敢确认，可是袁纪又被关进了大牢，而邵良和徐毅那边今天简直是太猖狂了，竟然敢用那种口气跟我说话。他们平常从来不敢。看来我的处境有点不妙，这简直太糟糕了。皇上很有可能对我要采取措施。父亲，父亲，那您去找找太后啊！太后，太后现在正在气头上。袁纪这个狗东西，明明知道袁娟许配给我们高家，还敢打这个主意，真他妈是人面兽心的狗东西！可眼下，我们还得靠他，不得不去救他，这简直太难受了。父亲，要不然这样，我先去大牢把袁纪救出来，让他知道我们对他的好处，以后也好为我们所用。啊！救是肯定要救的。目前朝中势力明显是皇上身边的那两个老东西占优，而且他们手中还握有兵权，我们根本奈何不了他们。这个袁纪，我们还得靠他，依靠他的势力完成我们的大事以后，再除掉他不迟。现在我还是先去太后那边好言相劝，看看能不能把他救出来。啊，父亲，请。好，好，好，啊，今天总算做了一件大事，两位爱卿真是机智过人呐，几句话就把那袁纪老贼说得如坐针毡呐。还是皇上当机立断，让我们看了这出好戏呀！啊，皇上制服了袁纪，那高大人脸上也挂不住。今天总算是出了口恶气，袁纪他是自作自受啊。
不过，不知道公主到底怎么样了？照这个样子，朕真的很担心公主啊！哎，皇上，这件事啊，看起来很蹊跷，想必那女子也是冒充的。我们就是为了要制服袁纪，所以今天我们才没有说破。对，徐大人所言极是，真假公主的事不可妄下定论。第一，从小在公主身边的人都知道公主的那些故事，所以这位女子知道也并不为奇。第二，就是那位渔歌跳入井中之事，微臣所知，只要是南方人士，水性俱好，都能做到。臣就是南方人，臣就知道，只要憋足了一口气，在井中就可以待上半个时辰。倘若是有内功的话，就更不得了啊。第三，这位女子既然能够指认出袁纪来，那么她肯定见过真正的公主，而且救过真公主也未可知。她既然帮咱们除掉了袁纪，那她也是有功之人呐。皇上，微臣看来，这件事先不要急于点破，等真正除掉了袁纪，再告诉太后也为时不晚。这位女子既然敢进宫来，想必一定有缘故。我看还是静观其变为好。皇上，邵大人分析得很正确，眼前最要紧的是赶快处死袁纪，早绝后患是要务，以免夜长梦多呀。两位爱卿真不愧是朕的好辅佐啊！好，朕就下旨，日落时分将袁纪午门问斩。微臣叩见太后，太后洪福齐天。免了免了，高言呐，以后你来哀家这儿就不用再跪了，站着说话就成。谢太后。你这么慌张，有急事吗？太后，袁纪不能杀呀。为什么？太后，袁纪忠于朝廷，拥戴太后，他正是您所需要的人呢。如果连这样的人都杀，那以后太后身边还会有人进侍吗？可袁纪对公主非礼，禽兽不如，不杀他，何以维护纲常？太后，微臣以为，公主之事实属蹊跷，在没有弄清楚之前就除掉袁纪，岂不是大错？你说公主在胡说？太后恕罪。公主借尸还魂之事，微臣不敢深信。你看出什么破绽了？微臣没有看出破绽，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太离谱了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啊。袁纪对公主起过歹意，这种事绝不是编造。这种人让哀家给放了，岂不成了笑话？太后还请三思。今天在后花园，太后你也看到了，那邵良和徐毅甚是猖狂。如果现在再杀掉袁纪，他们就会更加有恃无恐。袁纪的存在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威胁。现在皇上至弱，一切全由那两个老东西说了算。如果如此下去，微臣的小命也难以保全。他们敢动你一根毫毛，哀家要那两个老东西的命。多谢太后容恩，可眼下袁纪还被关在大牢里，如果不放他出来，万一生出什么事端，可就麻烦了。让哀家好好想想。走，快走！这个袁纪实在不太好办呢，他让哀家很是为难。太后，邵良和徐毅谗言惑君，皇上不明中间，邵良有重兵在握，太后不好控制局面呢。袁纪养兵数十万，一旦发生什么意外，我们可以利用他的兵力来弹压他们。他们急于除掉袁纪，就是急于剪掉太后您的羽翼。另外，嵩山擂台会就要举行了，一旦民众造反，朝廷又添新患，
何不让袁济步兵嵩山，监控擂台会，以防不测？高岩呐，你真是有个3寸不烂之舌。好吧，袁济的死罪可免，但是活罪难逃。他右丞相可是做不成了，而且他必须尽快修好太上宫寺、太上君寺。再者，让他的大军布防嵩山，以防民间不测。臣明白。启禀太后，奴才刚刚得到消息，皇上已下旨要杀袁济。啊！居然连哀家也不通报一声，这太不像话了。这也太不把太后您放在眼里了吗？好，好，好，他们不这样就罢了。既然如此，哀家我倒要看看，到底谁说了算。高岩，臣在。你赶快把哀家的手谕拿去，救下袁济。领旨。袁大人，走好了！哎呦！什么人敢来劫法场？瞎了你的狗眼！太后懿旨，赦袁大人无罪。来人，在！扶袁大人起来。袁大人，随我来吧。嘿！高丞相的救命之恩，袁某永世不忘，请受袁某一拜。哎，快请起，不必客气。丞相大人以后有用得上袁某的地方，袁某愿效犬马之劳。哪里，我这次是费了9牛2虎之力才说通了太后，但是请你放心，过些日子我还会在太后面前美言，那右丞相的位置还等着你来做呢。多谢丞相大人。那少良和徐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，我们必须通力合作来对付他们。还有，少良的儿子少达最近在嵩山一带活动，这是他的画像。如果袁大人见到此人，务必除之而后快。袁大人，你可要看仔细了。那是当然，我现在最恨他们了。夜长梦多，那少良和徐毅唯恐你不死，所以袁大人还是尽快离开洛阳。丞相大人所言极是，我立刻就走。袁大人，请上马吧。请，袁大人。丞相大人，后会有期。袁大人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这。袁济，还不下马受死！袁济狗贼，我看你往哪里逃！黑风派，大人，小的在此恭候多时了。起来吧，走。你不能走。大人有何吩咐？你马上回去查一查那个假公主的身份，我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人竟敢和我作对。好，大人保重。快去吧。我们都准备好了。
你先下去吧。绣花针，公主，你不觉得这样去有些太冒险了？可是我必须得去一趟。那皇宫这边，先不管这边，出去再说。那公主，我们快去快回。这件事情回头再跟你说，我们先走。请。师傅，弟子在此参拜。师傅，弟子玉灵在此恭候。这位可是南梁的玉灵公主？正是。那好，请随我来。走。你们先等一会儿。啊。玉灵，跪下！我问你，你可是梁国的公主？正是。那这位护卫呢？这位是梁国的先锋大将陈正。你们也太大胆了，居然敢冒充魏国的公主！好了，你再等等，你师父马上就来。公主，把人带走。是。这个公主昨天晚上又跑了，太后现在正在发怒。嗨，反正现在人人都怀疑她的身份，跑就跑了呗，管她呢。废话，那我们岂不是干了天底下最愚蠢的事情？更何况太后心疼不已，生怕她被人错认而遭受不测。爹，那您的意思是？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还是你亲自去找，一定要找到他。我们来一个将错就错。好，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时间还不晚。爹，我这就去。去吧。我们现在是在什么地方？我也不知道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们中别人计了。哎，公主，那些绣花针是怎么回事啊？绣花针是本门绝学，师父有言在先，见绣花针就如见师父本人。那绣花针会不会流失民间呢？不可能，而且要知道，这可是在北魏啊。可是，干什么？头儿，我们去哪儿啊？出城，这一次我可立了一大功。头儿啊，你就是会办事儿。
要不然那怎么能够得到袁大人的赏识呢？啊？只是这事办得太容易了。怎么容易啊？我还是告诉你吧，我的师傅也是南梁人，他认识玉灵公主的师傅，就偷了人家的绣花针，我呢就偷了回来。他是我师傅，名师出高徒嘛。公主，来，公主。公主，过来，过来，什么东西啊？走吧，你，下一个，走，哎，他妈，该你了。怎么城门口那么多士兵？也许是巧合，咱们走另一个城门。快点，走，这，快点，这。公主，你坐稳了，我把绳子给你咬开。再来。还是算了吧。我们事先看看外面情形怎么样。看来今天出城很难呐。要不要我们杀出城去？啊？废话。快，想别的办法出城。走。公主，我看这马车像是往原路回去了。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他们是一群来历不明的人。可是我看他们不像皇宫里的人。现在最关键的是，我们一定要逃出去。好，公主，跳车，走。走。快救我！我是公主。什么人？我是公主，快救我！笑话！当朝公主有你这样被绑的吗？就是，我看你是想当公主想疯了吧？你别再来挡路了，带走！走！包将军。原来是公主啊！怎么回事？还不赶快送往！是。我和于哥出来游玩，没想到碰上这么一帮人，居然不认识我们俩。这群笨蛋，真是有眼无珠！恕罪。公主，请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，小臣亲自护送公主回宫。高将军，你人不错，而且很会办事情。等回到宫里，我会向母后多为你美言几句。那就多谢公主了。公主，请。起来吧，女儿啊，以后出去的时候啊，多带一些人，免得人家不认得你，生出很多事端来。多谢母后关心。哦，还得多谢高雄呢。谢太后夸赞，臣愿为公主肝脑涂地。平身，起来吧。谢太后。哀家有你这句话，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？太后，那犬子的事，高丞相，你就放心吧。高雄是我钦定的驸马，还能跑得了？
本朝有你们父子在，我很省心。谢太后。你去吧，先压压惊。小臣护送公主回宫去。公主，女儿告退。请。这个人像苍蝇一样，难怪元娟。哇，终于把他甩了。来人呐！公主，吩咐御膳房每天多给于哥一份人参滋补汤，他救驾有功，本公主赏他。是。什么？让元济给跑了？皇上，这可是放虎归山呐！皇上，元济此次洛阳之行，逆反之心暴露无遗，此贼不除，必是大患。在眼皮底下都让他给跑了，这还怎么除啊？皇上，我儿邵达正潜伏在嵩山，何不给他下道密旨，让他见机除掉元济？啊，那好，传旨邵达，伺机除掉元济，以平魏国之患。好。怎么样？小山子，你好美呀，真比真的美女都美。哎，小山子，别嫁给关大赖了，嫁给我吧。美的你！好了，良辰已到，新娘上轿。请上轿。来。哎，出发！我们出发。少爷，新娘子到了，我到了！哎呀，这，别误了我的大事啊！快点，迎接新娘子！快！一群混蛋，别再笑，笑什么笑？还有你，妈混蛋！我来。小娘子啊，哎，小娘子，小娘子，哎呀，小娘子啊，让我看看，别跑！郎君，我美吗？美，娘子，你美得像天仙一样。娘子，别闹了好不好？我们赶快拜堂去好不好？干嘛那么着急呀？我先来问你几个问题，你要是能回答上来呢，我就跟你拜堂；你要是答不上来，你就拉头猪跟他拜堂吧。你问。我来问你，你家有多少亩土地？多少房产？多少银子？多少佣人呢？啊，这问题好回答。我们家呀有地1万顷，
房屋900多间，银两呢可以用车拉，拉半里路长啊！佣人800多个，还不包括长短工啊！那你吃什么穿什么呀？穿的是绫罗绸缎，吃的是山珍海味。那你知道老百姓家里有多少亩土地，多少房产，他们吃什么穿什么呀？这个嘛，你家的地是占谁的？你这房子是谁给你盖的？你那些用车拉不动的财宝，都是从哪儿抢来的？关大赖，你倚仗你舅舅袁济的势力，欺压百姓，强占土地，暴掠民财，仅仅几年间就成为了一方首富。可你知道那些老百姓被你逼得走投无路，家破人亡，吃糠咽菜，衣不遮体，松阳一带1年间新添了多少新坟？这都是你的罪恶所致。这个人十恶不赦，就算是把你碎尸万段，也不足以抵消你的罪行。你是什么人？你是？我是专门治你们这些恶霸恶棍的女侠。啊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！快拿下！我天！小和尚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你怎么跟我作对呀？什么小和尚？我是你活祖宗！活祖宗，饶命吧，活祖宗！饶了你行啊！你把地还给老百姓。好，我开仓为老百姓放粮。行，不许强抢民女。是。你别现在答应的挺好啊，到最后什么都不做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欺骗我的话，我活祖宗可饶不了你。活祖宗的，你放心吧，我不敢的，我绝对不敢骗你啊！要命啊！有钱不是罪，欺负人才是罪。你们都看见了，日后你们谁要是敢横行乡里，欺压百姓，关大赖就是你们的榜样。各位乡亲们，赶紧回家拿着自己的家事到关大赖家扛粮啊！这是哪英雄啊？我们去！哎呀，师傅啊，我看这女人真难养啊，古人没说错哎。笨蛋，你连女人碰都没碰过，你怎么说出这样的？哎，师傅，我跟着你什么都学会了。你看他嘛，咱们刚理了他，他又不理咱们了。女人的脸啊，说变就变啊。有道理。笨蛋，没白跟着师傅啊！平妹，哎，平妹，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嘛？我想先找到少达再说吧。你还惦记着那个臭小子？我不惦记他，我惦记谁啊？平妹，你这么说我很难过，知道吗？我很难过。平妹，平妹呀！平妹，你这么说我很难过的，我很难过呀，我。怎么了？我惦记少达，你难过什么呀？他难过你不专一吗？就是你不专一嘛。专一？我跟谁专一啊我？那还会有别人吗？当然是你萧哥喽。我和你专一？哎呀，咱们俩不是哥哥和妹妹的关系吗？兄妹俩之间专什么一呀？平妹，咱们这个兄妹啊，不是那个兄妹，咱们这个兄妹呢是那个兄妹。你这哪个兄妹啊？你都把我搞糊涂了。平妹，你可不要装糊涂啊！3年1届的嵩山擂台会就要开始了，你跟我学了鸳鸯剑法，咱们俩就可以称霸武林。你要是不想学鸳鸯剑法，那你就去找你的少达好了。走，咱们走。哎，走喽。这个老疯子还会耍脸子，肖哥。哎呀，师傅不好了！怎么了？高兰瓶不见了。
我不是让你看好他吗？师傅，什么时候不见的？我知道。这个小贱妇，肯定去找那个臭小子去了。哎，他是不是嫌你太老了呀？不是，我是说他是不是嫌你太好了呀？那嫌我太好还要离开我啊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那你去问他吧。我上哪儿去问他？我上哪儿去问他？肖哥，肖哥！哎，是不是他呀？来，平妹，平妹，平妹，啊！哎呀，平妹，哎呀，平妹不见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哪知道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很好玩呀！我要上去，嘿！慢着！平妹，你爬那么高，玩什么把戏啊？肖哥啊，你不用为我着急，你教我鸳鸯剑法吧。哦，这才是真正的目的吗？绝对没问题，我马上教你鸳鸯剑法。你赶快下来，平妹，你快下来。好嘞。鸳鸯剑法乃是阴阳剑法，又称雌雄剑法。练此剑法，必须是一男一女同时修炼方可练成，而且二人一定倾心相恋，情真意浓。平妹，我不知道你能做到吗？肖哥，你能做到，我就能做到。我求之不得。肖哥，我心仪已久哎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走吧。走。